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，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，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。因为刚搬新家，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。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，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。因为收拾到很晚，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的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。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居然有人要悬赏1000万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1小时前，刚下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小美的电话，让我赶紧上网搜索下自己的名字，有人在网上恶搞我。于是我赶忙回家，搜到了这么一篇悬赏贴，有人出1000万要在30日的0点之前杀掉我，甚至还把我的名字、田语以及个人隐私曝光在网上。这难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恶搞我吗？但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一阵恶寒，拿出电话，赶忙打给了男友。可电话响了很久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回拨了小美的电话，她也在尽力安慰着我，你别太在意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
虽然我迎合着，但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。这万一有人当真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帖子上有我所有的信息，我抱怨着跟小美讲，我男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不回。听到这，小美还是仗义的说，等他20分钟，他这就来我家陪我。这时候时间已经是11点20，期间我并没有放弃给男友打电话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没人接。在时间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摩托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拉开窗帘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昂着头朝我这边看来。我被那诡异的眼神惊到，赶忙关掉了所有灯，无助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。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小美，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可没想到听到小美颤抖的声音，小雨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但是我看到你家阳台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，你快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也意识到家里肯定不能待了，我跌跌撞撞跑到了楼下，看到了在楼下等我的小美。来到她车上后，我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阳台上真的有人影吗？是呀，还好你下来得快。下一瞬间，小美赶忙启动了车子，但顺着后视镜，我仿佛看到小美诡异的笑了。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身上，男人叫高飞，是一个沉迷网游的宅男。晚上正准备倒垃圾的他，在垃圾桶上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，找到3个道具来救出公主。再看到上面还有地图提示，高飞想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玩一玩，好奇到底在耍什么花样。高飞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钱包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玛尼，心想着这下赚了。不过当他拿下钱包后，公交站牌上又发现了一个纸条，恭喜玩家获得了金币，并且继续附带了一个新地图，来到了下一个地址。高飞在公园的椅子上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纸条上的内容是恭喜玩家获得了魔法戒指。就这样，玩上瘾的高飞又找到了一把勇者之剑，其实就是一根撬棍，但这次地图上居然出现了公主的位置。既然都玩到这里了，那高飞自然不会放弃。顺着地图，他来到了公园的地下通道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吗？于是高飞右手拿着撬棍打开了袋子，但下一瞬间，高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，眼前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。几乎是同时，在通道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人，还没等高飞解释，女人大喊杀人了，慌忙的逃跑并拨下了报警电话。高飞看着女人的背影，习惯性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可结果发现手上都是血，显然是撬棍上的血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拿出了钱包，看到里面的证件正是开头和同事走的田雨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，你会怎么应对？早上我拉开窗帘，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，透过他木讷的眼神，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。他想干嘛？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。我怒视着他，好在他最后识趣的离开了，我没再多想，谨慎地锁好门去公司上班。一到公司，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。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，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，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。咱们小区代入感太强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？我是不是被盯上了？果然在晚上回家时，透过身后的人影，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想起早上小美的话，瞬间汗毛竖起，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，迅速反锁好房门。喘了好一会儿，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，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，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，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。出于好奇，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。在搜索完成后，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，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。突然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，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。在把照片放大后，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。惊恐之下，我又拉开了窗帘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，果然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，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。随后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，堂而皇之地迅速走进楼梯，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，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，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于是便干脆敲起了门。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，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瘫倒在地。突然门外的男人说话了：“你在吗？能开门吗？从前天开始，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，你开下门，我来帮你看看。”听到这，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。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，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，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：“我报警了！”警察很快来。
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走。果然，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，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，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，但是那里好像有个人，从体貌特征看那不是我。难道说家里已经进来了人吗？我惊恐的不敢言语，下一瞬间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，我意识到不对，起身刚想往门口跑，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，同时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。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，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挣开他的手臂，但丝毫没有用。到了卧室，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床上，他面色狰狞，充满猥琐。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，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。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，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布控，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，其实就是警察。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，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。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，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。多日的压力和紧张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等我情绪平复些后，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。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，下面有个评论：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，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。我反手就点了个赞。半夜，手机震动把我吵醒，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：天冷，盖好被子。当我以为这是谁的恶作剧时，一张照片紧接着发了过来。照片中是一个熟睡的女人，她穿了一件粉色睡衣，被子一半掉在了地上。看着那张照片，我毛骨悚然。照片上的女人是我，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啊。从这张照片的角度来看，对方是站在床前拍的。照片中的我穿着睡衣，床头柜上放着正在充电的平板，旁边衣架上挂着我昨天穿的衣服。这一切都表明，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就是今晚。冷汗从我的后脊梁冒了出来。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进了我的卧室，那他现在在哪里？环顾四周，没看见有人后，我光脚下床，迅速反锁了卧室的门。倚在门后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进来的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可能就为了拍一张照片吧？出去看一眼是不可能的，我不敢冒这个险，因为他有可能还在我家的某个地方。我只能保证这间卧室暂时安全。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想报警，突然又一条短信跳了出来：你不想看看衣柜里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吗？我浑身汗毛炸起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卧室，而是藏在了衣柜里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夺门而逃的冲动，可我又害怕一开门看到一张狞笑的脸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一条短信，信息刚发出去，就有微弱的光从衣柜的缝隙透露出来。我不寒而栗，转身拧开锁就跑了出去，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大门。一个半夜潜入我家还给我拍照的人，目的绝对不会是入室盗窃这么简单。我现在要赶快离开家，只有离开才有生还的可能。我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，只要轻轻的一拧，门就能开了。可下一秒，我的手像是被烫到了一半缩了回来。门外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，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。我看见门把手开始转动，有人要进来了。我迅速反锁了门。2天前我刚搬到这里，就连男朋友都不知道我的住址，更没人有我家的钥匙。开门的是谁？门把手拧动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。外面的人发现门打不开，似乎有些急了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传出一声轻响，那个躲在衣柜里的人出来了吗？来不及多想，我迅速跑进小卧室，反锁了门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冷汗不知不觉间已经湿透了衣裳。怎么回事？卧室内有一个变态，而出去的路被另一个人堵死。此时恐惧已经占据了我的大脑，开门声已经演变成了一阵砰砰的砸门声，声音越来越急促，一下下就像拍在我的心上。我哆嗦着拿出手机，绝望中颤抖的手拨了好几次才打通报警电话。我颤着音说明了情况，警察嘱咐我一定要藏好，不要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，他们会尽快赶到的。挂断电话，拍门声没了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黑暗中好像只剩下我的呼吸与心跳声，难道他们听到我报警都吓跑了吗？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正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并偷拍了你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办？此时的我躲在小房间内，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的冷汗瞬间喷涌而出。小房间我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如果有人我肯定能发现，而且这是7楼啊，总不至于。正想着，我僵直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。定睛一看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着玻璃盯着我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相信人真的会被吓晕过去。我是被警察的叫门声惊醒的。在查看现场调取监控，并且走访邻居之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结果：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，没有照片，没有短信，连同那个陌生的号码一起在我的手机上消失。窗外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惨白的脸，也没有邻居听到昨晚的砸门声。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我昨晚经历的一切是假的，连我自己都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因为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睡在主卧室的床上。可如果是梦，我为什么会报警呢？
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文，李文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出差10几天了。他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沉思了片刻之后，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进你的房间，你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在你的卧室里安装了隐形监控。我觉得李文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听说过有个别租客为了寻求刺激，在退房后会在房子里留下针孔摄像头，观看下一任租客的生活。也有人会保留钥匙，知道是独居女性，就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屋内。挂断电话，我在卧室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摄像头。我坐在床边回忆，如果我屋子里没人，那昨晚衣柜里的光怎么解释？可如果他进来了，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？到最后，好像除了做梦，在梦游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李文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小杰，你去咱家婚房里住吧。我有些迟疑，虽说我俩关系很好，但是毕竟还没结婚。李文也听出了我的迟疑，不行的话你就住几天宾馆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住宾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我怕他担心，所以嘴上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后换了锁。我又亲自去物业看了监控，确定一无所获后，就跑去商场买了几个充电宝回家充电。回到家已经到了下午，精神疲惫让我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。没想到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做了一番充足准备，反锁大门，反锁窗户，把充电式小台灯放在了床头。9点半，我准时拉下了电闸。摄像头需要连接电源，如果卧室里真的装了监控，切断电源，对方就无法知晓我的举动了。夜晚仿佛格外的漫长，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心存侥幸，昨晚的一切万一真的只是一场梦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震动声响了起来，我浑身汗毛炸起，差点把手机丢了出去。果然又是那个号码。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看着那张照片，我面如死灰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床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的幽光映着我的脸。这不可能，要拍出这样一张照片，除非拍照的人站在我的正前方。可我一直坐在床上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在我没检查到的地方藏着摄像头？电源没连接在我家，不是我家的电源，那会不会是楼上？我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如果是楼上，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，例如窗外那张惨白的脸，可能是楼上用绳子掉下来的假人，例如监控没有拍摄到进出单元楼的可疑人员，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栋楼里。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感觉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忽然陷入了黑暗，台灯熄灭了，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，这种充电式小台灯用电量极少，1个小时之前我看过，电量还是满格的，可能是坏了。我正准备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检查一下时，手机又震动起来，一条信息跃入眼帘。黑暗似乎更有趣，恐惧像一条毒蛇猛地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蹭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，生怕跑慢1步会有一双大手突然从床底深处抓住我的脚腕，把我拉进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可我知道我卧室的床下藏了一个人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接上文，我猛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我知道我家卧室的床下肯定藏了一个人。床头的台灯连接了充电宝，如果没人操作，不可能无端熄灭。再结合那条信息，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我一直与一个变态共处一室。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以为只要检查过，换了锁就肯定没事，却没有想到他还是潜进来了。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是我出门的时候，还是下午睡觉的时候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吓得浑身发抖。在我熟睡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一直在我家里的某个角落盯着我。就在这时，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隔着大门清晰地传进我的耳中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我跑到门口的一刻，门外都有一个人想进来。我生生止住了脚步，不经思索就钻进了洗手间。可刚进去我就后悔了，洗手间的门是毛玻璃，那个人只要一脚就能踹开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我下午去物业的时候存了一下保安的电话，就是防止晚上出现什么意外。我打开手机，拨打了保安的电话，快接呀！过了许久，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说话声，不过此时的我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毛玻璃上映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，他来了。电话那边还能清晰地听到保安的声音：“苏小姐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我张了张嘴，哗啦一声巨响，洗手间的玻璃门碎了。一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你是谁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像我的身体一样颤抖的厉害，我不断地往后退，直到后背抵在了冰冷的墙上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步步向我逼近，不要杀我，求你！我一边求饶，一边往角落的拖把靠近。也许是人在危难时刻爆发力惊人，我抄起角落里的拖把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他脸上砸去。他摔倒在地上，我趁此机会迅速往外冲去。可我前脚刚迈出卫生间，一只冰凉的手就抓住了我的脚腕部，猛地往后一扯，我狠狠摔在了地上，手机脱手而出。此刻门外的声音还在，不过开锁不成后，他又拍起门来，声音又大又急，似乎迫不及待的要进来。他想进来的目的也不单纯，但此刻的我已经走投无路。我开始大声呼救，希望他能帮我一把。不曾想，外头的敲门声却在我呼喊后戛然而止，安静的像是从来没有响起过。紧接着，
我只感觉后脖梗一阵剧痛，最后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身边的护士看到我醒了，赶紧喊了人进来。进来的是之前那2个警察。原来保安接到我的电话之后，就立刻往这里赶，因为门打不开，还特地叫了开锁人员。结果就发现我躺在了卫生间的门口，旁边的玻璃碎了一地，是保安报的警。你除了手上被碎玻璃割伤了，其他并无大碍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我与警察讲述了我的经过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已经问过保安。经过保安的叙述，他们赶过来的时候，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，屋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躺着。怎么可能？值班室距离我住的这栋楼很近，怎么会一个人都没看见呢？一共有2个人呢。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逃跑，肯定会打照面。我想到了什么，拿出手机开始查看昨天的信息和照片。可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那个陌生的号码连同信息和照片又全没了。幸亏我早就料到会这样，在收到信息的时候，我悄悄截了图。于是我点开相册，准备把截图递给他们查看。可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截图竟然也消失了，手机里干干净净的，好像那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此刻我的背后毛毛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昨晚蒙面男的样子历历在目，但所有有关他发来的消息又一次全都消失，查不到任何踪迹。保安发现我时，也只看到了我一个人倒在卫生间门口不省人事。我把我的疑惑跟2位警察说了，我怀疑坏人就住在我家楼上。警察对视之后看了我一眼，你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小区吗？你楼上那套房子是没人住的，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。了解什么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此时李文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问我昨晚休息的好不好。当他得知我昨晚又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后，几乎咆哮了起来。他让我赶紧搬到新房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了。你今天才告诉我你住哪个小区？你早跟我讲，我都不会让你住在这里。李文絮絮叨叨跟我讲了很多，我才知道刚刚警察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原来我住的这个小区被称为风水绝佳，所以这楼里1/3的房子买来放了骨灰盒，而我楼上那间就是。除了清明和忌日，平时不会有人来。我从不在网络搜寻任何信息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想到前天晚上贴在窗户上那张惨白的脸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我肯定不敢再回小区。最终我听从了李文的建议，搬到了新房。新房是这座城市治安很好的小区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。由于这2天特别折腾，我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，但是半夜我再次醒了过来，手机的屏幕好像感应到我醒了，突然就亮了起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屏幕上显示一条未读短信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心里非常抗拒打开信息，可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把手机拿了起来。打开信息只有4个字，找到你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，右侧传来了清晰的呼吸声。我身边有人，转头看去，那个戴着黑色头套的怪人赫然就站在阳台前。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小杰，找到你了。这声音这么熟悉，我看着他慢慢摘掉了自己的面罩，赫然是我那出差好几天的男友李文。他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。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魔鬼。怎么了，小杰？是我吓到你了吗？他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慢慢后退，一直退到门边，想打开门冲出去。然而此刻，卧室房门被砸响，就如同前几天晚上一样，但我没有停下。门外纵然是洪水猛兽，也好过眼前这个恶魔般的男人。我猛地拉开了门，门外的一幕却让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男人正挥着拳头，一下一下朝着地上的女人，女人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我看着他微张着嘴，似乎想朝我说着什么，明明没有声音发出，但我却清晰的知道他说的是：杰儿，躲好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女人开始还垂死挣扎，但很快就没了声息。他死了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。此时的我泪流满面，顾不得擦眼泪，死死捂着嘴盯着这一幕。这时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，疯狂的笑着，哈哈哈，你活该。我惊诧地盯着他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那个声音我无比熟悉。随后我便昏死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醒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阳光透射了进来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。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我终于想起来了。那个被杀害的女人是我的姐姐，而杀她的凶手也成为了我的男友。李文被抓的那一刻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我想他一定很后悔把我留在身边。那一夜雷雨交加，哐哐哐的敲门声敲醒了我，提醒着我来者不善。隔壁卧室的姐姐急匆匆跑来按住我：小杰，你进去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。我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，紧接而来就是杂乱的打斗声。我战战兢兢地把门开了一条缝隙，看见一个男人将姐姐死死按在地上，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姐姐身上。姐姐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嘴唇蠕动。多年在一起的习惯让我知道姐姐说的话：杰儿躲好，千万别出来。我吓傻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再等我回过神来时，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。他似乎不知道家里有一个我。我看着姐姐身下全是血，泪流满面，颤抖着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可来不及了，姐姐还是走了。我因为没有看清凶手长什么样子，陷入了无限恐惧、焦虑与自责当中。这些负面情绪导致我产生了心理问题。也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李文。对于我遭遇的事情，他说他理解我，姐姐肯定不会怨你，甚至希望你可以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。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，就是我黑暗人生里的一道光，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刻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们成了男女朋友。我与李文感情越来越好，短短1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。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我想李文现在一定很后悔，明明知道我看见他杀了人，还是把我留在身边。他这样做，何尝不是在监视我呢？他那么频繁的出差，真的是出差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我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，不知道他半夜用陌生的号码给我发骚扰信息，不知道他在我吃的饭菜里放了可以使人致幻的药物。我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神志恍惚，被迫害妄想症，记忆总会产生错乱，最严重的时候梦里梦外都分不清楚，甚至有几次还在夜里报警。我背着李文去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，医生一次次的疏导以及药物治疗。我在今天终于把一切都想起来了。李文知道我心里脆弱到不堪一击，却一次次的试探我，深夜回家与我玩躲猫猫的游戏，吓得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可他直接杀了我，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但事实是李文爱上了我，爱我又提防我，怕我知道姐姐是他杀死的，所以他想把我变成一个疯子，因为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。他的爱就是这样自私偏执，极端且充满控制欲与占有欲。本来他已经快成功了，可他低估了我对姐姐的感情。从小我与姐姐相依为命，我是在她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。所以在我偷偷去做心理辅导之后，在看到姐姐死去的时候，我彻底清醒了过来。只有我知道我的姐姐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她是个坚强且善良的姑娘，在父母身亡之后，一直都是姐姐在城里打工供我读书，把我保护得很好，哪怕是交了男友都没有提起过我。她与李文白手起家，慢慢有了一些起色之后，李文就瞧不上从农村出来的姐姐，于是一直想甩开她。因为意见开始不合，她多次对姐姐进行殴打。姐姐本意是不希望男友与她一起负担我，但正因此，当时在家的我逃过一劫，而这个恶魔终于受到了惩罚。我也为死去的姐姐复了仇。全剧终。如果你被困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，没有窗户，没带手机，你会如何脱困呢？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是个怀揣梦想的北漂青年，为了房租便宜，不得已搬到设施破旧的小区。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将会变成困住自己的枷锁。这天凌晨，随着剧里的强哥下线，追了多日的电视剧也终于完结。我把小狗放在一旁，走进卫生间里洗澡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我都会为了人身安全把门反锁，可这个保护措施竟让我差点丧命。这个厕所是个暗厕，空间狭小，也没有朝外的窗户，导致空气十分稀薄。我快速洗完后便打算出去透透气，可当我转动卫生门锁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平常很顺利就可以打开的门，今天却纹丝不动。我傻眼了，门锁不会这个时候坏掉吧？里面的空气本就流通不畅。我再次尝试转动门把手试图打开，难不成是锁芯卡住了？我赶忙拿起卫生间的镊子，用尖头的部分深入锁孔里拨弄，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实在受不了，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得被憋死。我拿起花洒就使劲往门上砸，一下两下，丝毫不见起任何作用。奇怪，平时咋不见这个门这么结实？突然，门上的一块玻璃碎片滑落，我仿佛看到了生机。我察觉到门外似乎有人，我便大声呼救，可没人应答。事已至此，我必须要采取措施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出去，摸到了门锁上插着的钥匙，用力转动，这下锁芯彻底断掉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陷入到了绝望中。我平时没有洗澡时带手机的习惯，所以无法报警寻求帮助。我透过玻璃看向钟表，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。我只好先保存体力，待到白天再准备自救。不一会儿，我便背靠角落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事先预定好的闹钟吵醒，我开始大声呼救：“请问有人吗？能来帮帮我吗？”喊了好一会儿，我觉得喉咙有些嘶哑。而这时门外也终于有了一些动静，一户独居的中年大姐隐约听到了叫声，在门外叫道：“大早晨的干什么呢？”这个人平时脾气有点怪，不太好打交道，虽然不愿意和他接触，但毕竟他是我脱困的唯一希望。我耐心解释道：“您好，我被锁在厕所里出不去了，家里又没有别人，麻烦帮我报警好吗？”可是他却非常警惕地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在家洗澡，为什么锁门？是不是在干什么违法的勾当？”我连忙解释说是自己的习惯。当解释我手机在外面拿不到的时候，大姐却怀疑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洗澡不带手机？”我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只好继续苦苦哀求，希望她能帮帮忙。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喊着，可没想到门外只传来一句话：“你说你被困了一夜，声音怎么还这么大？我看你精神很好的样子，你别随便开玩笑。”说完就再也没声音了。大姐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救我，而在那之后，无论我怎样呼救，我家附近也再没来过人。我现在又渴又饿，心里仅存的那一丁点希望也早已消失殆尽。我害怕地蜷缩在冰冷的地上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，不知不觉中再次睡了过去。这时，手机备忘录响起，并把我吵醒，通知今天下午会有个快递。我顿时欣喜若狂，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趴在卫生间的门上，仔细听楼道里的电梯声，一有声音我就会大声地呼救，直到我嗓子喊哑，瘫坐在地上。快递也迟迟没到，想必是快递小哥打不通电话，就直接放柜子里了。扑面而来的绝望和疲惫感瞬间打透了我，
我已经1天没有进食了，纯靠喝自来水才有一点力气。而我用着这仅存的力气，拿着花洒不断敲击着水管，不知道敲了多久，伴随着绝望，头也感觉昏昏的。我家的小狗突然开始不停地嚎叫，好像是觉察到我有危险一样，爪子也在不断地挠着卫生间的门。可现在的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眼前一黑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警察叔叔跟我描述了经过，因为我家小狗焦躁不安的嚎叫，引起了楼上邻居的注意。他来到我家敲了敲房门，很快意识到了不对，便直接打电话报了警。终于，历经30个小时，警察破门而入，在卫生间里晕倒的我成功获救。回到家后，我一边喂着小狗，一边回想那噩梦般的遭遇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我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，拿起了还在充电的手机，本以为失联1天多会有很多人在找我，可根本没有任何消息，就连约好去逛街的朋友也没有给我发信息，只是打了一个电话，看到没人接就没再问了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一天晚上，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后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张纸条，我正在看着你，这不禁让我细思极恐，立刻报警便马上搬了家。